你知道吗？其实90%有肩颈酸痛的人，问题都不是出在姿势，也不是只有低头滑手机、不良的坐姿或是弯腰驼背的习惯才会造成乌龟颈和富贵包。如果你也有肩颈酸痛的问题，那么你所忽略的可能是背后一个更严重，连许多专家学者都可能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。牙齿咬合和你的呼吸方式，可能才是背后真正的隐藏凶手。你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，我是马永昌医师。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4个有关乌龟颈、富贵包的知识点。第一，什么是乌龟颈和富贵包？第二，错误的呼吸是如何导致弯腰驼背的呢？第三，牙齿的咬合对于姿势又有什么影响呢？而在最后，我们会教大家如何检测自己的呼吸方式有没有问题。我们人类的头很大，因此它也很重。成年人的头颅大约有6到7公斤，所以姿势不良所造成的头部前倾，会让这颗沉重的大头离开脊柱的中轴，导致颈部后方的肌肉和韧带一直处于对抗非常大的力矩作用。头部姿势每前倾1英寸，也就是2.54公分，脊椎上的压力就会增加10到12磅，换算起来也就是5到6公斤。头部前倾的姿势会导致颈后韧带因为长时间承受压力、承受负荷之后，而逐渐发生浅变，这种现象称为韧带浅变。脖子不管是前倾或是后仰，都会对它后面的脊椎和脑干产生压力，进而影响到控制呼吸、心跳跟其他重要功能的神经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如果你低头滑手机过久，就会影响到脑干和其他重要的血管神经，并阻碍了脑记忆的流动，导致头痛、头晕等颅内压力过高的症状。此外，当脖子屈曲的时候，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下背部和腿部，导致它们的酸痛。乌龟颈正确的医学名称是头部前倾姿势，这是头部跟颈部的姿势扭曲的一种模式。当头部向前移动的时候，颈部和肩部的压力会增加。如果长时间维持在这个头部前倾的姿势，这个时候颈椎就会像乌龟一样向前伸直，而在颈部下方的椎骨 C5 到 C7 的这一段就会呈现特别的弯曲，造成外观上变成驼背的情况。当头部前倾的时候，你为了能够保持视线能够是水平的状态，颈部以上的椎骨 C1 到 C2 这一段则会向后伸展。这种姿势呢，会让耳垂的垂直线位置偏移到锁骨的前方，同时下巴也会有向前突出的倾向。久而久之，这样子不当的姿势就会造成颈后出现富贵包。这种现象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，而是随着时间慢慢累积起来的。当颈椎的韧带长时间承受这样子的压力，就会出现退化的情况。这种变化可能会导致颈椎不稳定，然后引发持续性的疼痛、晕眩、耳鸣等症状。这种上颈椎不稳定的状况，往往也是很多慢性病痛跟症状背后的隐藏原因。2020年5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，过度低头可能会加剧颈椎跟脊椎的过度伸展，而长时间的低头姿势又会再引发更多的健康问题，例如颈椎神经的压迫，还有由颈椎问题所引起的头痛和晕眩等。这些问题通常又伴随着一系列的疼痛跟脊柱功能障碍。颈椎的功能是支撑跟稳定头部，一旦头部的重心偏移，就会对颈椎关节造成很大的压力，并带来严重的伤害。在我们之前的影片就曾经提过，长期口呼吸会导致下颚发育不良，变得下颚后缩，这时候舌头就会更靠近喉咙和阻塞呼吸道，造成呼吸道的气流阻力变大，就会形成呼吸阻塞的问题。特别是在睡觉的时候，这种状况会更加的明显，也就是变成打呼或者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况。为了改善呼吸困难的情况，身体就不得已会采取头部前倾的代偿动作，透过调整颈部的姿势来打开呼吸道。这样的姿势长期下来，当然就会对颈部的肌肉造成很大的负担。
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外的研究。这份研究将107名儿童分为口呼吸组跟鼻呼吸组，以评估口呼吸和鼻呼吸对儿童姿势的影响，特别是头部前倾姿势。结果显示呢，头部前倾是两者的主要差别，它是口呼吸者采用的第一个代偿姿势。口呼吸的人头部前移的可能性会比鼻子呼吸的人高出4倍。更严重的是，口呼吸的儿童由于胸部扩张减少，会损害到呼吸肌肉的活动，所以呼吸肌肉的强度也会比正常人低，呼吸的能力自然就比较弱。关于口呼吸的其他危害，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这一部影片。下巴和牙齿的排列不仅影响我们的外观，更会影响我们的姿势、平衡以及呼吸。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，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生长发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首先，牙齿的正确排列对于维持头部跟颈部的平衡非常重要。当臼齿咬合不正的时候，可能会导致头部向一侧倾斜。这种长期的不平衡会影响颈部的肌肉张力，进而引起肩膀和脊柱的问题。很多人可能经常感觉到肩颈僵硬或是酸痛，但不一定能意识到这个可能跟牙齿的咬合有关。有的人可能也会发现自己的骨盆一高一低，这可能也跟咬合偏移有直接的关系。事实上，也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开始发表这样的观点。这一篇在2023年的研究调查了646名的患者，他们当中有447人患有脊椎侧弯，这些人咬合不正的发生率也明显比较高。牙齿的排列异常会影响头部跟颈部的姿势，从而改变了脊柱的自然对齐。而在口腔中的舌头，它的姿势也同样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因为舌头的位置跟运动其实会影响到口腔跟牙齿的形状，再往下就会影响到颈部跟脊椎的姿势。简单来说，当舌头的位置异常，或是呼吸的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，身体就会为了这些而做出代偿，而造成不正确的头颈姿势，最后影响脊柱以及一生的健康。此外，也有一项研究发现，像是吸手指、吐舌头跟口呼吸这些不良的习惯，会对牙齿跟颚骨的发育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。这可能会导致你的咬合出现开咬、上颚前凸等各种畸形的问题。这些问题不只是影响脸部发育，还会导致不良的姿势。当孩子习惯性只用一侧咀嚼食物，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嘴巴开，这些行为都会对颚骨施加不均匀的压力，导致颚骨的发育异常。而下颚骨位置的发育异常，最终会导致脸型跟咬合的极度不对称，而影响到整个身体的平衡。这种由于长期口呼吸导致的头部前倾姿势，不只是会影响成人，对正在发育成长中的小朋友来说，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。成长中的小朋友，他们的骨骼跟肌肉结构仍在发展中，长期处于不正确的姿势，可能会对他们的整体发育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。因此，作为家长或是照顾者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并不是要去纠正小朋友的姿势，而是要注意小朋友的呼吸，因为他的姿势是呼吸代偿的结果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预防孩子可能发生的健康危机。这边我们提供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测方法，可以帮助你去判断姿势的变化是不是由于长期口呼吸造成的。你可以请家中的小朋友背靠着墙壁，然后试着轻轻地将下巴后缩，同时抬头挺胸，维持5分钟。如果在这一段期间内，小朋友表示他们的呼吸变得比较困难，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迹象，代表口呼吸已经影响到了他们正常的身体姿势以及发育了。要纠正这个问题，首先要意识到的是，正确的呼吸方式应该是透过鼻子进行的，嘴巴随时都是闭上的。鼻呼吸不只是可以更加有效的过滤、加温跟润湿吸入的空气，还有助于维持口腔跟喉咙的健康。
另外，鼻呼吸也能够产生一个对你身体非常有益的东西，叫做一氧化氮，可以增加你的心血管的内皮健康。今天的节目呢，就进行到这里，请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马永昌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理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